你听说过越南有汽车产业吗？当中国汽车在美国市场屡屡受阻时，你是否注意到越南的汽车已经悄悄驶入美国？而就在中国汽车不断发展的同时，越南的一家车企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。一个名叫 VinFast 的品牌从越南起步，仅用了几年时间就计划把自家的电动车开上美国的街道，并宣布在北卡罗来纳州投资建设大型工厂，让全球车坛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。长期以来，越南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更多与咖啡、服装、海鲜和街头摩托车联系在一起，汽车工业似乎与之无关。然而 VinFast 的崛起正打破了这种传统印象，让越南制造首次以整车的身份进入全球最成熟、标准最苛刻的美国市场。越南被称为摩托车王国，全国近1亿人口，摩托车保有量超过5000万辆，也就是说，平均2个人里至少有1个骑摩托。几十年来，当地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就是摩托车或者轻便摩托。汽车工业在很长时间里都谈不上完整的体系，进口车贵得离谱，国产车几乎空白。然而在2017年，越南最大民营企业集团 Vingroup 决定干一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，造汽车。Vingroup 在越南商业版图中就是一个巨无霸，房地产、商场、医院、学校、度假村几乎无处不在。他的创始人潘日旺曾在乌克兰靠方便面起家，回国后靠房地产成为越南首富，被称为越南的李嘉诚。但在房地产大获成功后，他并不满足。他看到了电动车的全球趋势，也看到了越南制造业崛起的机会，于是拍板投资数十亿美元成立 VinFast。VinFast 的名字充满野心 ，Vin 代表 Vietnam，Fast 代表速度，寓意越南的汽车要以极快的节奏冲向世界。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想满足越南国内市场，而是直接瞄准国际，尤其是美国和欧洲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他们采取了极为激进的策略。刚成立的时候就大手笔在北部海防市划出大片土地，直接建起世界级的整车工厂，拥有冲压、焊装、涂装、耸装等完整产线，所有环节一次到位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迅速整合全球顶级资源，请来意大利的 Pininfarina 和 Ital Design 负责外观设计，从宝马采购底盘和发动机技术，引入西门子 Bestep 等供应链伙伴。2018年，也就是成立仅1年多 ，VinFast 就在巴黎车展上亮相了首批燃油车 Lux A 2.0 轿车和 Lux SA20 SUV。要知道，传统车企从立项到发布一款全新车型，往往需要4-5年，而 VinFast 用了1年多的时间，就让量产车从无到有，这在整个行业都堪称奇迹。这种拿来主义加快速整合的策略，让 VinFast 迅速站稳了国内市场。他们随后推出了 Fodio 小型车和 President 豪华车型，在越南销量迅速攀升。可真正让 VinFast 一举成名的是，他们在2021年做出了一个堪称豪赌的决定，彻底停止燃油车生产，全面转向纯电动。要知道，电动车不仅仅是换一套动力总成，而是需要电池、电机、整车控制、智能化等全新体系。即便是丰田、大众这样的百年巨头都不敢一刀切，而 VinFast 就在成立不到5年的时候宣布 all in 电动化。他们的逻辑是，如果只在越南卖燃油车，永远无法真正走向世界。电动车是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，而美国和欧洲正是电动车增长最快的市场。于是 VinFast 投入巨资开发全新电动车平台，很快推出了 VF-E34、VF8、VF9 等车型，涵盖从小型城市车到大型豪华 SUV。更大胆的是，他们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美国。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之一，同时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。这里有最严格的安全、环保、品质标准，消费者品牌忠诚度极高，特斯拉、通用、福特、现代等巨头虎视眈眈。对一个来自东南亚的新品牌来说，想要立足几乎不可能。但 VinFast 偏偏选择了这条路。2022年，他们把首批 VF8 电动车运到加州销售，价格在4万到5万美元之间，并提供电池租赁方案，降低购车门槛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投资40亿美元建设大型工厂，计划年产15万辆，实现本地化生产。从动作和投入来看， VinFast 的雄心一点不比特斯拉当年的初期小，结果自然是充满挑战。第一批 VF8 在美国上市后，媒体和车主的评价褒贬不一。一些用户称赞它的外观时尚、空间宽敞、配置丰富，但也有不少人吐槽软件系统存在 bug、实际续航与官方数据有差距、底盘调教偏硬等问题。美国汽车媒体 Car Driver 甚至直言 VinFast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失败。任何新品牌在进入美国初期都会经历磨合期，连特斯拉当年 Model S 上市时也有各种质量和服务争议。
，OneFast 也在持续改进，不断通过 OTA 升级软件提升续航，电池提供10年12.5万英里的质保，并加快北卡工厂的建设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交付速度在提升。2024年 ，OneFast 全球销量超过3万辆，其中美国市场的份额正在稳步增长。对于一家成立不到10年的企业，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俗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证明了一个道理：在新能源转型的浪潮下，后起之秀完全可能在几年内闯入顶级市场。这背后当然不仅仅是速度，还有越南制造业的积累。近10年来，越南已成为东南亚制造业新宠，大量电子、服装、手机生产线迁入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供应链体系，为造车提供了劳动力和配套条件。同时，越南地理上靠近中国，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和设备非常便利，降低了生产和运输成本。越南政府也给予了全力支持。电动车被视为未来战略产业，从土地到税收再到贷款，都给了 OneFast 最宽松的政策。电动车上牌免税，购车有补贴，全国各地建充电桩都获得鼓励。资本雄心同样不可忽视。OneFast 的背后是财力雄厚的 Bing Group。潘日旺个人多次注入数十亿美元，并在2023年带领公司通过 SPAC 在纳斯达克上市。有了资金支撑， OneFast 能够承受前期巨额投入和亏损，在全球范围内抢占电动车的窗口期。当然，困难和风险依旧巨大。首先是品质稳定性。造车不只是设计出一辆外观好看的车，更要保证每一辆车长期使用中的可靠性。从车机软件到电池寿命，从密封性到安全测试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积累和无数次实验。然后是品牌认同。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，越南车仍然是个陌生名字，要赢得信任需要时间和优质口碑。再者是全球竞争。特斯拉持续降价，比亚迪、蔚来、小鹏等中国品牌也在积极布局全球市场，不仅价格更有优势，技术积累也非常深厚。最后是资本压力，快速扩张意味着持续烧钱，如果销量不能同步增长，资金链就会面临考验。然而从另一角度看，这些挑战也是机会。OneFast 正在努力把质量和服务做到最好，他们不断加密在美国和欧洲的充电和售后网络，计划在未来几年让更多车型进入欧美市场，并在印度、印尼等人口大国布局工厂。2025年 ，OneFast 在越南河静省开设第2家电动车工厂，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建设海外组装基地，还在北卡罗来纳州推进年产15万辆的大厂建设。创始人潘日旺也持续向公司注入巨额资金，并通过资产调整优化财务结构。这一系列动作显示，他们并不是短期冲刺，而是想在全球电动车产业站稳脚跟。回头看这段历程，从2017年成立到2018年亮相第一批车，再到2022年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， OneFast 只用了5年时间。这种成长速度在全球汽车史上都极其罕见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世界看到了越南制造的新可能。一个曾以摩托车闻名的国家，正在用电动车敲开全球高端制造的大门。无论最终成败， OneFast 都已经成为全球车坛绕不开的名字。所以，当你有一天在美国街头看到一辆带着 V 字 logo 的电动 SUV， 不要惊讶，那很可能就是来自越南的 OneFast。它不仅是一辆车，更是一场东南亚制造业自我突破的象征，也是一段正在书写的商业传奇。